你明明穿越成一个欠了800块巨款的败家子，可你却高兴地笑了起来，只因你竟意外获得美食系统，不仅可以获得无数秘制食谱，还可以学会各种神级技能。当全机械厂的人都在等着看你饭馆关门的笑话，你却凭着一手秘制红烧牛肉面，在1天之内狂赚了128块钱，直接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转变。此时陆晨意念一动，一个金色包裹在眼前炸开，化作3道流光钻进眉心。系统提示他获得了秘制红烧牛肉面食谱、极品老坛酸菜母水以及神级拉面技法。海量信息涌入脑中，那一瞬间，他感觉自己在案板前站了30年。选面粉、和面、醒面、拉面，每个细节都刻进了肌肉记忆。陆晨决定先做一碗面验火。店里没钱买肉，但原主之前为了充门面，买了1块牛肉还没用，2、3斤牛腩带着筋皮，正好做红烧。他捅开蜂窝煤炉子，舀出2碗面粉，加水加盐。手一伸进面粉，那种掌控感瞬间炸开，面团在他手里像有了命，揉搓摔打，没几下就变成了光滑洁白的面团，表面泛着光。醒面的功夫，处理牛肉，去腥，焯水，炒料，翻出仅剩的八角、桂皮、干辣椒，起锅烧油，姜片、香料下锅，香味瞬间爆开。牛肉大火翻炒变色，加酱油、白糖上色，倒开水，红汤翻滚，浓郁的肉香在狭小的厨房里炸开。关键一步，拉面，醒好的面团往案板上一甩，双手捏住2头，猛地拉开，面团像银蛇一样上下翻飞，击打案板的声音清脆悦耳。一拉一折，粗壮的面剂子瞬间变成无数根细如发丝的面条。水开下面，面条如银龙入海，翻腾几下浮起来，晶莹剔透。捞面入碗，浇上1大勺红烧牛肉，连汤带肉，再撒上系统给的极品老坛酸菜和葱花。红亮的汤，雪白的面，大块酱色牛肉，配上翠绿葱花和金黄酸菜。陆晨咽了口水，端起碗刚想尝一口，门被拍得震天响，门外传来粗犷暴躁的吼声，是原主那个杀猪匠亲爹陆建国。辛辛苦苦杀头猪才赚几块钱，这败家子一声不吭借800块，是要他的命。母亲张秀兰在旁边哭着劝陆晨放下碗，深吸一口气，既然占了这身子，烂摊子总得收拾。他大步走向门口，门刚开一道缝，陆建国就冲了进来，手里提着根赶猪用的竹条子，气得胸口剧烈起伏，今天非打断这败家子的腿。张秀兰冲进来，一把拽住丈夫，死死护在儿子身前，要打先打死他。他身后钻出个小小的身影，3岁半的陆朵朵，穿着不合身的大花袄，手里紧紧抓着半个冷馒头，大眼睛里全是泪。陆晨心里五味杂陈，陆建国虽然喊着打断腿，竹条子举半天也没落下。张秀兰骂得凶，进门第一眼却是看儿子瘦没瘦，这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自己之前混账，但现在想通了，饭馆不关，他有信心赚钱还债。就凭他在食堂学2年土豆丝都切不利索，凭什么赚钱？别折腾了，垫盘出去，剩下的债爸妈慢慢还。老2口是真打算替他扛雷。陆晨心里一酸，让他们尝尝自己做的。陆建国愣住了，大红搪瓷碗里，面条白得发亮，根根分明，红亮汤头上飘着厚厚红油，大块酱色牛肉堆成小山，配着翠绿葱花、金黄酸菜，霸道的肉香像钩子一样往鼻子里钻。陆建国喉结滚动，将信将疑地接过筷子，夹起1块牛肉放嘴里，瞬间他眼睛瞪大了。牛肉软烂入味不塞牙，一口下去肉汁爆开，咸香微辣，带着特殊香料味。他又吸溜一口面，劲道爽滑，面条像活的一样在嘴里弹。陆建国想说话，嘴巴根本停不下来，筷子飞快往嘴里扒拉，3两下把一大碗面吃精光，汤底都喝干净。放下碗，陆建国满脸通红冒细汗，连声说好，这面比国营饭店大师傅做的还强。张秀兰不信，陆晨又端出2碗，他尝了一口，也不说话了，埋头苦吃。朵朵够不着桌子，陆晨把她抱到凳子上，拿走冷馒头，把面碗推过去。小丫头眼睛亮晶晶，笨拙的夹起1块肉塞嘴里，腮帮子鼓鼓的，2条小短腿悬空晃呀晃，说哥哥做的肉好吃。看着一家人吃的头也不抬，陆晨嘴角上扬，美食果然治愈一切。吃完后，陆建国一拍桌子说，有这手艺这店能开，卖1块都觉得值。张秀兰担心名声臭了没人来，陆晨自信满满的说，酒香不怕巷子深。朵朵拉了拉他衣角，说还要吃肉。陆晨刮他鼻子，说以后天天吃，把朵朵养得白白胖胖。小丫头在他脸上亲了一口，说哥哥最好了。陆晨心都化了，暗下决心这辈子一定要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他宣布饭馆改行专门卖面，招牌就叫陆氏红烧牛肉面。陆建国彻底服气，说全力支持，缺啥跟他说。陆晨说缺肉，让父亲帮忙去肉联厂搞点便宜又好的牛腩牛骨头。陆建国一口应下，正商量着，门外传来阴阳怪气的声音。对面前记面馆的老板钱大胖站在门口，油腻白背心，手里拿蒲扇，一脸幸灾乐祸地问陆大老板还没关门呢。陆建国要骂人，被陆晨拉住，他淡淡的说别理他，明天开业让他看看谁倒闭。钱大胖铁嘴说死鸭子嘴硬，看他能撑几天，晃悠着走了。陆晨眼神微冷，等着吧。下午全家大扫除，陆晨写了新菜单贴门口，红烧牛肉面6毛，清汤面2毛。第2天清晨天没亮，他就去肉联厂，凭借前世经验和父亲关系，买了上好的牛坑腩和棒骨，回到店里生火焯水炖肉，霸道的红烧牛肉味顺着烟囱飘满整条街。对面钱大胖刚卸门板，鼻子抽动2下，顺着味看到对面红纸招牌，嗤笑一声撇撇嘴，说红烧牛肉面6毛，傻子
子才去吃。他转身进屋煮清汤面去了。天还没亮透，雾气像轻纱一样罩在清晨的小镇上。街边的早餐摊已经支棱起来，热气腾腾的白烟混着油条豆浆的香味往人鼻子里钻。陆晨骑着那辆哐当哐当响的自行车，穿过还在沉睡的大半个街道，冷风呼呼的刮在脸上，倒是让他更清醒了几分。脑子里那段模糊的记忆又跳了出来。前天傍晚，原主在河边散心，其实是想不开想跳河，结果正犹豫着，突然听到扑通一声，一个穿着白裙子的姑娘不知道怎么滑进了河里。原主虽然浑，但水性好，脑子一热就扎进了冰凉的河水里，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人拖上岸。那姑娘呛了几口水，迷迷糊糊咳了几声，原主当时累得眼前发黑，也没看清姑娘长啥样。听见远处有人喊，怕惹麻烦就溜了。陆晨自嘲地笑了笑，这傻小子做了好事不留名，倒成了无名英雄。不过也多亏了这事儿，不然他穿过来估计也得是个淹死鬼。肉联厂就在镇子边上，离老远就能闻到一股生肉的味道。陆建国早就在门口等着了，穿着件沾着油芯子的蓝布大褂，手里夹着根还没抽完的卷烟，脚边放着个竹篮子。陆晨喊了一声爸，捏闸刹车。陆建国把烟头扔地上踩灭，把脚边的篮子递过去，压低声音说这是刚踢出来的上好牛坑奶，还有2根牛棒骨，他给要了个成本价，让儿子回去好好做，别糟蹋东西。陆晨接过篮子，沉甸甸的，掀开纱布一看，红白相间的牛肉纹理清晰，肉质紧实，还带着余温，一看就是刚杀的好货。他咧嘴一笑，说等赚了钱给父亲买那双看上好久的大头皮鞋。陆建国摆手说少画大饼，催他赶紧回去把肉炖上，别耽误中午生意。回到店里，天已经亮了大半，对面的钱记面馆也开张了。钱大胖正搬着张躺椅坐在门口，手里端着个茶缸子，眼神阴恻恻地盯着陆晨这边。见陆晨提着篮子进屋，他阴阳怪气的开枪，说陆大老板买肉回来了，这么点肉够谁吃？别是一会儿没生意，只能留着自己当下酒菜。陆晨脚步一顿，转头看了他一眼，没搭理，径直进了店。跟这种人斗嘴是浪费口水，最好的反击就是把生意做起来。进了后厨，陆晨立刻忙活起来，牛骨头洗净敲断，扔进大锅里熬底汤，牛腩切成大块，冷水下锅焯水撇去浮沫，起锅烧油炒糖色。这一步最考验火候，糖色炒老了发苦，炒嫩了不上色。陆晨盯着锅里融化的白糖，看着它从白色变成琥珀色，再变成枣红色，眼疾手快地把牛肉倒进去，牛肉裹上红亮的糖色，瞬间变得诱人无比。接着放入葱姜蒜八角桂皮香叶，大火翻炒出香味，再倒入没过牛肉的开水，红汤翻滚，浓郁的肉香瞬间爆发出来，比昨天那股香味还要霸道几分。街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陆晨把红纸菜单贴在门口最显眼的地方，路过的几个工人都停下脚步，指指点点。有人说6毛1碗，这小子是想钱想疯了。国营饭店的肉丝面才3毛。还有人说听说他昨天差点把店关了，今天是破罐子破摔，要宰一刀是一刀。钱大胖端着茶缸子晃悠过来，站在马路中间大声吆喝，说钱记面馆经济实惠，量大管饱，不像有些黑心店一碗面敢卖6毛，这是要把工人的血汗钱都榨干。几个原本在陆家饭馆门口观望的工人摇摇头，转身往钱记面馆走。陆晨站在门口，双手抱臂倚在门框上，也不着急。这时候，一个穿着灰色工装、看起来有点沧桑的中年大叔路过，他背着个工具包，看样子是刚下夜班。大叔走到陆家饭馆门口，吸了吸鼻子，左右看了看，最后目光锁定了陆晨身后那口大锅，香味就是从那里面飘出来的，勾得他肚子里的馋虫直打滚。大叔咽了口唾沫，看了看门口的价格，问6毛1碗是不是太贵了？陆晨笑着说贵有贵的道理，他这牛肉都是今早刚杀的鲜肉，面是手擀的，汤是大骨头熬的，让大叔闻闻这味值不值。大叔又深吸一口气，犹豫了一下，从兜里掏钱说来1碗尝尝，要是骗他可不给钱。陆晨响亮的应道，不好吃不要钱。陆晨手脚麻利，抓面下面捞面，动作行云流水。大叔刚坐稳，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烧牛肉面就端到了面前，大红搪瓷碗满满当当一大碗，红亮汤头上飘着厚厚一层红油，5、6块麻酱大小的牛肉块堆在中间，翠绿葱花和金黄酸菜点缀着。大叔眼睛都直了，迫不及待地夹起一块牛肉放进嘴里，瞬间他眼睛猛地睁大，牛肉炖得软烂入味，轻轻一咬就在嘴里化开，肉汁四溢。再喝一口汤，浓郁醇厚，一口下去感觉整个胃都被熨贴了。最后来一口面，劲道爽滑，挂满汤汁，嚼在嘴里那叫一个香。大叔顾不上说话了，埋头苦吃。门口围观的几个人看着大叔吃得满头大汗，呼噜震天响的样子，一个个都忍不住咽口水。大叔把碗一放，打了个响亮的饱嗝，从兜里掏出6毛钱拍在桌上，冲陆晨竖起大拇指，说这面做的绝了，这钱花的值，比食堂那猪食强100倍。这一幕像是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面，门口围观的人再也忍不住了，一下子涌进来4、5个客人，原本冷清的小店瞬间热闹起来。对面的钱大胖正给客人舀面汤呢，看见这一幕，手一抖，面汤洒了一桌子，他愤愤地把勺子往锅里一扔，眼红的直磨牙。陆晨在后厨忙得热火朝天，心里乐开了花。中午饭点，红星机械厂的大喇叭一响，穿着深蓝色工装的工人们像潮水一样涌了出来，大部分人还是习惯性的往前进
记面馆或者旁边的包子铺走，但也有几个早班吃过面的工人正拉着工友往陆家饭馆这边指，说那家新开的红烧牛肉面绝了，不去吃会后悔。就在这时，一阵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响起，人群自动分开一条道。只见一辆崭新的红旗牌自行车缓缓驶来，车上骑着个穿着中山装、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气质儒雅，一看就是领导。后座上还跟着个年轻人，手里捧着面锦旗。有人认出来了，惊呼那是周厂长。周厂长是红星机械厂的一把手，平时忙得神龙见首不见尾，今天怎么骑着车跑到这种小饭馆门口了？自行车在陆家饭馆门口稳稳停下，周厂长下了车，整理了一下衣服，抬头看了看那张红纸招牌，问这就是陆晨同志开的店吧？陆晨刚给一桌客人端上面，抬头看到这阵仗也有点懵。旁边的年轻人先一步上前，把锦旗展开，红丝绒的锦旗上镶着8个金灿灿的大字，见义勇为，品德高尚。周厂长上前一步，紧紧握住陆晨的手，激动地说他是红星机械厂的周明远，前2天在河边救了他侄女沈清雅的就是陆晨吧？他是专程来感谢的。这下子门口彻底炸锅了，人群议论纷纷，说陆晨救了厂长的侄女，这下陆家要发达了。对面的钱大胖看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手里的茶缸子咣当一声掉在地上，摔了个屁。陆晨这才反应过来，原来那个落水姑娘叫沈清雅，还是厂长的侄女。他谦虚地说那种情况谁见了都会搭把手，不算什么大事。周厂长感慨道，对陆晨来说是举手之劳，对他们家来说可是救命之恩。他说沈清雅吓坏了，在家里发了2天烧，今早刚退烧就跟他说了这事儿，要不是身体还没好利索，非得亲自来谢不可。说着，周厂长从年轻人手里接过2个盒子递给陆晨，说是一点小心意，一台收音机还有块东方牌手表。在这个年代，收音机和东方牌手表是绝对的硬通货，这一出手就是几百块的大礼。陆晨想推辞，但看周厂长那坚决的态度，知道推不掉，便大方地收下了。周厂长看了看店里，说正好他也饿了，让陆晨给他们来2碗红烧牛肉面，他也尝尝英雄的手艺。这话一出，周围的人更震惊了，厂长不仅来送礼，还要亲自在这吃面捧场，这面子给的也太足了。钱大胖在那边看的脸都绿了，嫉妒的五官都扭曲了。中午这顿面把陆家饭馆的名声算是彻底打响。陆家饭馆的面真材实料，肉多味正，这句话像长了翅膀一样在工人们中间传开了。下午2、3点钟过了饭点，店里稍微冷清了点，陆晨终于能喘口气。他解下围裙，给炉子换了块煤，又给自己倒了杯水。这一上午虽然累，但心里那个爽。看着收钱的小铁皮盒子里慢慢变厚的1沓零钱，他觉得全身都有劲儿。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喊声，是陆建国正推着自行车满头大汗的往店里跑。他喘着粗气说，刚才老王跟他说红星机械厂那边有大动静，周厂长要来店里。陆晨纳闷，周厂长中午不是来过了吗？陆建国比划着说，中午那是微服私访，这次是正式的，带着人骑着车还敲锣打鼓，说是来送锦旗的，全场都知道了。正说着，远处果然传来了一阵热闹的动静，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原本冷清的街道瞬间沸腾了。红星机械厂的大门打开，一队骑着自行车的人浩浩荡荡的开了出来。打头的一辆崭新光明牌自行车上，周厂长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胸前别着红花，满面红光，旁边跟着个年轻秘书，手里捧着那面金灿灿的锦旗，后面还跟着好几个厂里的干部以及一大群看热闹的工人。这阵仗比过年还热闹。对面钱记面馆里，钱大胖正趴在柜台上打盹，被这动静吓得一激灵，他揉揉眼跑出来一看，顿时傻眼了。那浩浩荡荡的队伍竟然直奔对面的陆家饭馆而去。队伍在陆家饭馆门口停下，周厂长下了车，大步流星地走到陆晨面前，那一脸的笑容比见了亲儿子还亲。他紧紧握住陆晨的手，声音洪亮地说，他是来正式感谢的，感谢陆晨救了他侄女沈清雅一命。虽然中午已经见过一面，但这正式的场面话还得再说一遍，这是给英雄证明，也是给厂里树点心。陆晨也配合着，一脸谦虚地说，这都是他应该做的。周厂长转身面向围观的群众，大声说道，前2天他侄女落水，情况危急，是陆晨同志不顾个人安危跳进冰冷的河水里救人，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值得全场职工学习。周围顿时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陆建国在一旁听着，腰杆挺得笔直，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花，这辈子他就没这么露脸。周厂长一挥手，秘书赶紧把锦旗递过来，见义勇为，品德高尚8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陆晨郑重地接过锦旗，挂在了店里最显眼的位置。这时候周厂长又从车后座上解下一个大纸箱子，说除了锦旗，这是他和沈清雅的一点心意，一台进口收录机，还有块东方牌手表。沈清雅身体还没好利索，特意让他带话，等他好了一定要亲自来谢谢。周围响起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进口收录机加东方牌手表，这一套下来少说也得4、500块钱，抵得上普通工人1年的工资了。钱大胖在对面看的眼睛都红了。陆晨看着那2样东西，心里也是微微一惊，这周厂长手笔真大。不过他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贪婪，依然是一副荣辱不惊的样子，说这东西太贵重了，不能收。周厂长板起脸故作生气，说必须收下，不收就是看不起他周某人。再说这是给英雄的奖励，受之无愧。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陆晨也不再矫情，大大方方的收了下来。送完礼，周厂长却没有要走的意思，他看了看周围越聚越多的人群，眼珠一转，忽然提高了嗓门，说正好他也
也饿了，中午那碗面还没吃过瘾，让陆晨再给他来一碗，这次要加2份肉。这话一出，原本还只是看热闹的群众眼神瞬间变了。厂长不仅送礼，还要留下来吃饭，而且还是回头客。中午吃了还不够，下午还要吃，这说明陆家饭馆的面是真的好吃。陆晨心领神会，这周厂长是在给他打广告了。他赶紧把周厂长和几个干部让进店里。周厂长一边往里走，一边招呼着围观的工人，说大家都别愣着，都进来尝尝。陆晨同志不仅人品好，手艺更是一绝，那红烧牛肉面绝了。有了厂长带头，那些还在观望的工人哪里还忍得住？一时间陆家饭馆门口人头攒动，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往里挤。陆建国乐得合不拢嘴，赶紧出来维持秩序。对面的钱大胖看着这一幕，心都凉了半截。陆家饭馆里热火朝天，陆晨在后厨忙得脚不沾地，4口大锅同时开火，煮面的、熬汤的、烫菜的，水蒸气弥漫整个厨房，叫喊声此起彼伏。有人要加肉，有人要清汤面，有人要2碗大碗的红烧牛肉面。陆晨虽然忙，但手下一点不乱，系统赋予的神级拉面技法让他如鱼得水，每一碗面都分量十足，品控完美。外面的大堂里，周厂长吃得满头大汗，他把西装外套都脱了，袖子卷起来，毫无形象地捧着大碗吸溜面条，一边吃一边点评说这面劲道，这肉入味，这汤鲜，比食堂的大锅饭强太多了。周围的工人们听着厂长的点评，吃得更香了。有人说确实好吃，这6毛钱花的值。有人说以前怎么没发现陆家这小子还有这一手。还有人说以后就认准这一家，钱大胖那面狗都不吃。这话传到钱大胖耳朵里，气得他浑身发抖，一直忙到下午5点多，红星机械厂下班的铃声响了，这一波热度才稍微降下来一点。陆晨累得腰都快直不起来了，但他看着钱盒子里满满当当的钞票，脸上全是笑。这一天光是面就卖了将近200碗，除去成本净赚了70-80块钱，这可是1985年一天赚70-80是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等送走了最后一波客人，陆建国和张秀兰累得瘫坐在椅子上，但2人的眼睛却是亮得吓人。张秀兰小心翼翼地问今天赚了多少，声音都有点颤抖。陆晨把钱盒子倒扣在桌子上，一大堆零钱倾泻而出，堆成了一座小山。他笑着说今天发了。陆建国看着那一堆钱，手哆哆嗦嗦地伸过去摸了摸，眼中泛着水光，说好，他儿子出息了，他一辈子杀猪卖肉挣的都是辛苦钱，哪见过这么赚钱的买卖。陆晨把钱收起来，说这才刚开始，他们要把陆家饭馆开成全镇全县甚至全市最好的饭馆。一家人正沉浸在喜悦中，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怯生生的声音，问还有面吗？陆晨抬头一看，只见门口站着个穿着的确2岁花裙子的姑娘，姑娘长得很清秀，手里提着个画板，正有些不好意思的往里看。陆晨愣了一下，这姑娘看着有点眼熟，还没等他想起来，周厂长突然站了起来，一脸惊喜的喊清雅，问他怎么来了，不是让他在家养病吗？原来这就是沈清雅。陆晨这才恍然大悟，那天救人的时候天色太暗，再加上落水后披头散发的，根本没看清长相。现在一看，这姑娘长得还真不赖，有一种那个年代特有的文艺气质。沈清雅走进店里，先是冲周厂长笑了笑，说他在家闷得慌，听说二叔来这儿了，就想来看看，顺便谢谢救命恩人。说着，他的目光落在了陆晨身上，那一瞬间，2人的视线在空中交汇。沈清雅有些害羞地低下了头，但很快又抬起来，大大方方地走到陆晨面前，伸出手，说他是沈清雅，谢谢他救了他。陆晨看着面前这只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才轻轻握了上去。手掌接触的瞬间，陆晨感觉到了一丝温热，他笑了笑，指了指身后的厨房，问他饿了吗，说给他煮碗面，特制的清淡点，适合病人吃。沈清雅眼睛一亮，乖巧地点了点头。看着陆晨转身进厨房的背影，沈清雅的眼神里多了几分好奇和探究。这个救了他又做出一手好面的男人，似乎和传闻中那个不学无术的混混不太一样。厨房里传来锅勺碰撞的声音，沈清雅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静静等待着那碗特制的面。陆晨在后厨琢磨着该给沈清雅做什么面。红烧牛肉面的汤头太浓郁，确实不太适合大病初愈的人吃。他脑海中灵光一闪，想到了新手大礼包里附带的那个极品老坛酸菜。这酸菜是系统给的母水发酵出来的，酸爽开胃，而且一点都不刺激，最适合没胃口的人。就做一碗酸菜肉丝面。陆晨手脚麻利的切了点精瘦肉丝，用少许淀粉抓匀上浆，锅里放一点底油，把肉丝滑熟盛出来备用，然后下入葱姜爆香，把切碎的极品酸菜倒进去煸炒，一股清爽的酸香味瞬间在厨房里炸开。这味道不像醋那种直冲鼻子的酸，而是一种温润的带着发酵香气的酸，光是闻着嘴里就开始分泌口水。加入高汤煮开后撇去浮沫，再把滑好的肉丝倒回去，最后下入细细的手工拉面。不到5分钟，一碗热气腾腾、汤色奶白微黄的酸菜肉丝面就出锅了。陆晨还特意握了个溏心荷包蛋在上面，蛋黄颤颤巍巍的，看着就诱人。陆晨把面端到沈清雅面前，说这是酸菜肉丝面，开胃。沈清雅看着眼前这碗面，眼睛一下子就亮了。她这2天发烧，嘴里发苦，什么都不想吃，可这碗面一端上来，那股清新的酸香味就让她忍不住咽了口唾沫。她拿起筷子先尝了一口汤，眉毛瞬间舒展开了，酸鲜爽，那股酸味恰到好处的唤醒了她沉睡的胃。紧接着就是骨汤的醇厚和肉丝的鲜美，一点都不油腻，反而觉得胃里暖洋洋的，特别舒服。她夹起一筷子面条，细滑筋道裹满了汤汁，吸溜一口进去，满嘴留香。沈清雅忍不住赞叹道：“这比他妈做的病号饭好吃多了。”一旁的周厂长本来已经吃了一大碗红烧牛肉面了，这会儿闻着这股酸香味，竟然又觉得有点饿。他眼巴巴的瞅着，问
问这酸菜面看着也不错啊。陆晨笑着问他要是没吃饱再给他做一碗。周厂长摆摆手说不用，肚子都快撑破了，下次一定尝尝这个。沈清雅吃得很斯文，但速度一点都不慢，没一会儿连汤带面，甚至那个荷包蛋都被他吃得干干净净。放下碗，他的脸上多了一丝红润，额头上也冒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他拿出帕子擦了擦嘴，看着陆晨的眼神里充满了感激，说陆晨同志不仅是救人的英雄，还是个厨神。周厂长在旁边附和说就这手艺去省城开饭店都够格了。两人的夸赞声不小，店里的其他客人都听见了。有人说连厂长和大学生都说是厨神，那还能有假？还有人说这陆家小子真是深藏不露，原本只是冲着厂长同款来的工人们，这下彻底被陆晨的手艺征服。大家吃完面也不急着走，一个个围着陆晨问东问西。有人问他这手艺跟谁学的，有人问明天还开不开门，要带老婆孩子来尝尝，还有人问这酸菜能不能单卖，想买点回去下饭。陆晨一一笑着回应，态度谦和，一点都没有架子。他说大家放心，只要大家爱吃他这店肯定天天开门。酸菜目前量少，等以后做多了肯定给大家安排上。这一波互动直接把陆家饭馆的人气推向了顶峰。对面的钱大胖看着陆家饭馆门口那乌泱泱的人群，再看看自己店里那2、3只小猫，气得把抹布都摔了。他咬牙切齿地想，这小子肯定是给人下了迷魂药了，不行，不能让他这么得意下去，得想个招。到了晚上打烊的时候，陆晨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陆建国和张秀兰正在数钱，两人的手都有点抖。张秀兰激动的声音都变调了，说今天赚了128块，这可是全家3个月的伙食费都出来了。陆晨笑了笑，这也在他的预料之中，毕竟今天有周厂长这个活招牌，再加上前2天积累的口碑，爆发是必然的。他冷静地说，这钱先存着，先把外面的债还了，还有明天得多备点肉和面子，他看这势头明天的人只会更多。陆建国现在对陆晨是言听计从，说明儿一早他就去肉联厂给儿子挑头最好的牛。这一夜陆家人睡得格外踏实，陆晨躺在床上却有点睡不着。他打开系统面板看了一眼，系统显示他的声望值已经达到580，评级为小有名气，任务出入锋芒已完成，奖励待领取，食材鉴定也。陆晨心里一动，这可是个好东西，做餐饮的最怕的就是食材出问题，有了这玩意儿以后去买菜就不怕被人坑了。他意念一动，领取奖励，只觉得双眼微微一热，似乎有什么东西融入了进去。再睁开眼看四周，虽然还是那个昏暗的小房间，但感觉视力似乎清晰了不少。陆晨心满意足地闭上眼，决定明天去试试这个新技能。第二天一大早，陆晨照例去了肉联厂，刚走进大门，那种血腥味依旧扑面而来。陆晨开启食材鉴定眼，目光扫过一个个肉摊，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只要他盯着某块肉看超过3秒，眼前就会浮现出一行淡淡的小字。系统告诉他这块是普通猪肉，宰杀时间3小时前，新鲜度良好。那块是老母猪肉，肉质粗糙有异味，建议不要买。陆晨心里一阵狂喜，这简直就是外挂。他一路走一路看，很快就锁定了几个卖好肉的摊位，不少摊贩都认识陆晨了，毕竟昨天陆家饭馆的火爆场面大家都听说了。陆晨走到一个角落里的摊位前，这里摆着几块看起来不太起眼的牛骨头，上面还带着不少肉。系统提示这是优质牛棒骨，骨髓饱满，肉质鲜嫩，宰杀时间1小时前，新鲜度优，建议购买。陆晨问老板这几块骨头怎么卖，摊主是个老实巴交的汉子，见有人问骨头有些不好意思，说这骨头剔得不太干净，要是要的话2毛钱1斤拿走。2毛简直是白菜价，陆晨爽快的掏钱全要了。就在这时，钱大胖也晃晃悠悠的过来了，他手里提着个篮子，也是来买肉的，不过他专挑那些便宜的买。陆晨眼尖看到钱大胖正在跟一个卖猪肉的讨价还价，那块猪肉看着红彤彤的挺新鲜，价格还便宜，只要8毛1斤。钱大胖乐滋滋的正要付钱，陆晨下意识的开启食材鉴定眼，扫了一眼，瞳孔一缩，系统提示那是问题猪肉，淋巴结肿大，含有毒素，宰杀时间是昨天夜里，严重不新鲜，绝对禁止食用。这钱大胖为了贪便宜竟然买这种肉，这要是给客人吃了是要出人命的。陆晨忍不住开口提醒，说钱老板这肉看着不太对劲，那肉色有点发暗。钱大胖一听是陆晨的声音，立马翻了个白眼，说关他什么事？是不是想让他别买然后自己买回去？没门！说完钱大胖飞快的付了钱，提着那块猪肉像是捡了宝一样跑了。陆晨摇了摇头，心里冷笑，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这钱大胖既然自己找死，那就怪不得别人。回到店里，陆晨开始备料，今天他特意多熬了一锅牛骨汤，那几块优质牛棒骨放进去，汤色瞬间变得更加浓白醇厚。中午时分，红星机械厂下班，果然如陆晨所料，今天的生意比昨天还要火爆。店里6张桌子根本不够坐，不少工人都端着碗蹲在门口吃。陆晨在后厨忙得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张秀兰在前堂跑得脚不沾地，连陆建国都被抓了壮丁在后面帮忙洗碗。就在这时，一个小小的身影搬着个小板凳坐在了店门口最显眼的位置，是陆朵朵。小丫头今天穿了件干净的新衣服，扎着2个羊角辫，手里捧着一个比她脸还大的大海碗，碗里是陆晨特意给她留的一小份红烧牛肉面。朵朵吃的那叫一个香，吃一口面还要发出满足的叹息声，说好吃真好吃。那一脸陶醉的小模样
样憨态可掬，简直萌化了路过的每一个人，特别是那些女工，一个个母爱泛滥，忍不住停下来逗朵朵，问她好吃吗？朵朵大方地把碗递过去，虽然有点舍不得，但还是很有礼貌，说好吃，让姐姐也是。这一下把女工们逗得哈哈大笑，纷纷说冲这小丫头这么可爱，也得进去吃一碗。陆朵朵无意间成了陆家饭馆的活招牌，硬是凭一己之力又拉来了一大波客流。陆晨在里面看得真切，心里乐开了花，暗想以后得给朵朵加鸡腿，这才是真正的吃播鼻祖。一直忙到下午2点多，午高峰才算过去。陆晨看着累得瘫在椅子上的父母，还有吃饱了正趴在桌子上打瞌睡的朵朵，心里充满了暖意。他给他们倒了杯水，说辛苦了。陆建国灌了一大口水，笑得只见牙不见眼，说辛苦啥？看着这钱哗哗的进，他浑身都是劲儿。就在这时，门外又传来一阵自行车的铃声。陆晨抬头一看，竟然是沈清雅。不过这次她是一个人来的，她换了一身淡蓝色的连衣裙，背着个画板，阳光洒在她身上，显得格外清新脱俗。沈清雅站在门口问陆晨忙完了吗？陆晨擦了擦手迎了出去，说忙完了，问她身体好了吗？沈清雅笑着说好多了，多亏了那碗酸菜面。她从包里掏出一个精致的钢笔盒递给陆晨，说上次二叔送的东西她收了，这是她的一点心意，让她可不能拒绝。陆晨一看是一支金星钢笔，在这个年代这也算是稀罕货了。沈清雅故意板起脸说她要是不收就是嫌弃她这里无情了。陆晨无奈只好收下，说正好以后记账用得着。沈清雅见他收下，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沈清雅走进店里四处打量了一下，然后把背上的画板取下来支在桌子上。她说看店里虽然生意好，但墙上除了锦旗啥装饰都没有，显得有点空。她是学美术设计的，要不给他们画一幅宣传画挂在墙上，肯定能吸引更多人。陆晨一听眼睛亮了，这可是专业的，连忙说求之不得。沈清雅也不含糊，铺开画纸就开始构思。陆晨在一旁看着她专注的样子，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侧脸上，连细小的绒毛都清晰可见。她微微抿着嘴，眼神清澈而认真，手中的画笔在纸上沙沙作响。这一刻，原本充满烟火气的饭馆似乎多了一份不一样的宁静和美好。陆晨看着看着，竟然有些恍神，没话找话问他要画什么。沈清雅头也不抬地说画他做面的样子，说专注的男人最帅了，肯定能吸引不少女顾客。说完，他似乎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脸腾的一下红了。陆晨也愣了一下，心里有点美滋滋的，说那他画吧，他去给他弄点喝的，然后钻进了厨房。这时候，对面的钱记面馆里，钱大胖正把那块劣质猪肉剁碎了掺进好肉里，准备做成肉臊子。他一边剁肉一边恶狠狠地想，等他这特价肉臊面一推出来，看谁还去吃陆晨那6毛钱的贵面。沈清雅那幅宣传画挂上去的第2天，效果直接炸。画上陆晨穿着白围裙，正全神贯注地挑面，背景是升腾的热气，红亮的牛肉面仿佛能透过纸张飘出香味。旁边用美术字写着2行大字：一碗入魂，匠心传承。陆氏红烧牛肉面不仅是美味，更是情怀。这年头，小镇上的饭馆哪见过这种阵仗？别家都是贴张红纸写个价钱，陆晨这儿直接整出了海报既视感。中午饭点，红星机械厂的下班铃一响，工人们简直是100米冲刺往陆家饭馆跑。有人喊着去晚了没做，有人说要去瞅瞅那个漂亮女大学生画的画。不到10分钟，店里6张桌子全部爆满，门口的小板凳也被抢光了，连窗台上都趴着人。陆晨在后厨忙得只剩残影，锅里的水就没停过翻滚，那把漏勺在他手里上下翻飞。前面大堂里，张秀兰虽然忙得脚不沾地，但脸上笑得跟朵花似的。人太多，难免有照顾不到的地方，有些女工站在门口还在犹豫进不进，毕竟里面挤得一身汗。就在这时候，陆朵朵又搬着她的小板凳出现了。小丫头今天换了身粉色的小褂子，依旧扎着2个冲天辫，她也不怕生，就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怀里抱着那个专用的大海碗，碗里是陆晨特意给她留的金缩版牛肉面，面条剪短了，牛肉炖得稀烂，汤也没那么辣。陆朵朵抓着小勺子，舀起一块颤巍巍的牛筋肉，透亮软糯，她张大嘴巴一口吞下去，腮帮子鼓得高高的，小嘴油乎乎的，吃的那叫一个专注。旁边一个正犹豫的女工看着陆朵朵这副模样，心都要化了，忍不住夸这小闺女吃的也太香了。陆朵朵听到有人说话，抬起头，嘴边还挂着一根面条，含糊不清的跟那位姐姐说面面好吃，肉肉香。说完又低下头，把面条吸进嘴里，还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说了句舒坦。这一声舒坦简直是神来之笔。门口那几个女工再也忍不住，有人说看这孩子吃饭自己都饿，有人招呼着挤挤也得吃一碗。这小丫头就像个强力磁铁，把原本打算去别家凑合一口的人全都吸了进来。陆晨在后厨听着外面的动静，嘴角疯狂上扬，他心想陆朵朵这吃播天赋放在后世绝对是千万网红。这一中午，陆家饭馆就像个战场。下午2点，人群终于散去，陆晨瘫坐在椅子上，胳膊酸得抬不起来，但他看着那个装钱的铁皮饼干盒，里面已经被塞得盖不上盖子。张秀兰手都在抖，她刚才粗略数了一下，激动地告诉陆晨，今天中午光面就卖了300多碗，说他们这是要发财了。陆晨灌了一大口凉白开，抹了把脸上的汗，却说这还不够，接待能力太差了，得想办法扩建或者加桌子。此时马路对面，钱大胖正蹲在自家冷清的店门口，手里捏着根半截烟，眼睛死死盯着陆家饭馆那块崭新的宣传画，眼珠子都快红了。
他心里骂着一张破画就能勾走这么多人，还有那个死丫头片子坐在门口吃。钱大胖狠狠地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面。他看着自己锅里剩下一大半没卖出去的面条，又看了看旁边那一盆昨天剁好的特价肉臊，心里那股邪火怎么都压不住。他暗下决心，既然拼不过画，就跟陆晨拼价格，要看那帮穷鬼工人到底是爱看画还是爱便宜。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陆晨照例骑着破自行车去了农贸市场。生意越好，对食材的要求就越高。昨天那点牛肉根本不够卖，今天得多进点货。刚进市场大门，陆晨只觉得双眼一阵清凉，视线瞬间变得无比清晰。他看向旁边的一个菜摊，那茄子上竟然能看出是采摘于昨日下午，表皮轻微失水，新鲜度良好。陆晨心里狂喜，这以后谁还能坑他？他推着车直奔肉类区。有了这双识货的眼睛，整个肉市在他眼里简直就是透明的。陆晨一路走一路摇头，最后停在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摊位前。这个摊位的老板是个瘸腿老汉，也不吆喝，摊子上的肉看着有点干巴，但陆晨一眼就看出这是农家散养黄牛，今日凌晨4点宰杀，肉质紧实，无注水，新鲜度极优。陆晨爽快地指了指那块肋条和几根大棒子，说全都要。老汉一愣，说这肋条看着干，要不要再看看那边湿润点？陆晨说不用，就要这个，识货。说着递过烟，老汉乐了，说是个懂行的，给便宜点。陆晨这边刚称完肉，正准备付钱，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讨价还价的声音，那声音太熟悉了，公鸭嗓，透着股猥琐劲儿。陆晨回头一看，果然是钱大胖。钱大胖正蹲在一个专门卖下脚料的摊位前，跟摊主在那嘀咕。陆晨定睛一看，心里一阵恶寒，只见钱大胖手里抓着的那一大坨肉，红白相间，上面还挂着一个个米粒大小的灰白色疙瘩。这钱大胖为了省钱，竟然买这种肉给人吃。那摊主似乎也急着脱手这堆垃圾，5毛1斤都给了他。钱大胖一脸占了便宜的窃喜，把那一大坨肉装进黑袋子，还特意用几块好点的肥肉盖在上面遮掩。他一转身，正好撞上陆晨冰冷的目光。钱大胖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把黑袋子往身后藏了藏，随即又梗起脖子问他看什么看。陆晨冷笑一声，说买肉他见过，买毒药还是第一次见。问钱大胖那玩意儿是人吃的吗？钱大胖脸色一变，有些心虚，但嘴上不饶人，说拿回去喂狗。陆晨一针见血地说，怕是又要剁碎了做成肉臊子，喂给不知情的工人。钱大胖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跳脚大骂陆晨血口喷人，说走着瞧。说完提着那袋子肉，慌慌张张地钻进人群跑。陆晨看着他的背影，眼神渐渐冷了下来。本来只是商业竞争各凭本事，但钱大胖既然敢玩这种丧尽天良的手段，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回到店里，陆晨没跟父母提这事，怕他们担心，他只是更用心地处理带回来的食材。牛骨敲断，露出里面粉嫩的骨髓；牛肉切块，挑去血水。陆晨看着那块极品牛肋条，心里有了主意。上次沈清雅来，那碗酸菜面虽然开胃，但毕竟清淡。这次他要用这块好肉做一道真正的硬菜，来回馈那位送笔又画画的大小姐。上午10点，备料工作结束，陆晨正在熬汤，门口传来一阵轻盈的脚步声。沈清雅来了，她今天没背画板，穿了一件米白色的衬衫，下面是一条牛仔裤，显得干练又青春，手里还提着个网兜，里面装着几个苹果。陆晨擦着手走出来，语气里带着几分熟络的责备，问他怎么又拿东西来，再这样可不敢让他进门了。沈清雅俏皮的眨眨眼，说这不是给他的，是给陆朵朵。他把苹果递给正在门口玩石子的陆朵朵，问他喜不喜欢。陆朵朵抱着大苹果，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奶声奶气的说喜欢，谢谢漂亮姐姐。看着这一大一小互动的温馨画面，陆晨心里某块地方软了一下。沈清雅站起身，眼睛亮晶晶的，告诉陆晨一个好消息，他那幅画被学校老师看见了，老师说这种手绘海报的形式很有创意，还夸他有生活气息。陆晨笑着说那是他画的好，既然来了，正好尝尝他研发的新品。又是面吗？陆晨说对，特意为他这幅画的工程准备的。他转身进了厨房，这次他做的是清汤牛肋排面，不同于红烧的浓油赤酱，这道面讲究的是一个纯字，极品牛肋条，只加葱姜和几粒花椒，小火慢炖2个小时，直到肉质酥烂，骨肉分离，汤色清澈见底，却鲜美无比。面条是特制的细面，煮熟后过了一遍凉水，更加爽滑。陆晨把面捞进碗里，加了2根长长的牛肋排盖在上面，再浇上一勺滚烫的原汤，撒上几粒枸杞和葱花，一碗清淡却极尽奢华的面端了上来。沈清雅看着碗里那2根几乎占据了整个碗面的大肋排，有些惊讶，问这么大？陆晨递给他一张纸巾，说用手拿着吃才香。沈清雅有些不好意思，但那股肉香实在太诱人了。他小心翼翼地捏起一根肋骨，轻轻一咬，肉质软嫩到不可思议，轻轻一吸就脱骨了。牛肉原本的奶香味在嘴里爆发，没有任何多余的调料味，就是纯粹的肉香。再喝一口汤，鲜得掉眉毛。沈清雅闭上眼睛，仿佛看到了一头在草原上奔跑的小黄牛。陆晨期待地看着他，问怎么样？沈清雅睁开眼，眼神里满是崇拜，说太好吃了。问陆晨真的只是在食堂当过学徒吗？他觉得大饭店的主厨都没他厉害。陆晨厚着脸皮笑道，天赋，纯属天赋。就在2人气氛正好的时候，隔壁突然传来一阵敲锣打鼓的声音，还伴随着高音喇叭的叫喊，前记面馆大回馈，红烧牛肉面降价，加量不加价，只要4毛，4毛钱吃大块肉，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陆晨眉头一皱，沈清雅也放下了手里的肋排。沈清雅问对面这是跟他打价格战。陆晨走到门口一看，只见前记面馆门口
口贴着一张巨大的红纸，上面写着夸张的4毛2个大字。钱大胖正站在凳子上，手里拿着个大喇叭，在那声嘶力竭的吆喝，说4毛1碗，肉比对面多，味道比对面好，谁不去谁是傻子。周围不少路过的工人听到这价格，都停下了脚步。有人惊讶4毛这么便宜，有人说陆家那边可是卖6毛呢，便宜2毛钱能买半斤盐了。一时间，原本往陆家饭馆走的人流，竟然真的分流了一大半去了对面。张秀兰在店里急得直跺脚，骂钱大胖这是要赔本赚吆喝把他们击垮，4毛钱光买肉都不够本，他疯了。陆晨看着对面热斗的场景，眼神却异常平静，甚至带着一丝冷意。他想起了早上在市场看到的那袋淋巴肉。陆晨拉住想冲出去骂架的张秀兰，说别急，钱大胖卖4毛是因为他的成本低的想象不到。张秀兰没听懂，问啥意思？陆晨没明说那是淋巴肉，怕恶心到父母，只是淡淡的说有些东西便宜没好货，他们做的是良心买卖，不能跟那种脏心烂肺的人比，让他看着吧，那些贪便宜去的早晚得后悔。沈清雅看着陆晨这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心里的担忧莫名消散，问他是不是有办法对付钱大胖。陆晨转头看着他，眨了眨眼，说当然，不过可能需要他帮忙画个更有意思的东西。沈清雅问什么东西？陆晨说画一幅猪肉构造图，特别是淋巴结在哪里的科普。沈清雅虽然一头雾水，但看着陆晨坚定的眼神，还是重重地点了点头，说好，他帮他画。此时的钱大胖正看着店里涌进来的人群，笑得脸上的肥肉都在颤抖。他心里得意，要用价格压死陆晨，他完全没意识到，他正在亲手给自己挖一座坟墓。大清早，红星机械厂门口那条街就被钱大胖的破锣嗓子给炸醒。钱大胖也不知道从哪弄了个铁皮卷的大喇叭，站在自家面馆门口的一张长条凳上，扯着脖子喊，说只要4毛，大碗牛肉面加量不加价，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前记面馆大酬宾，工人阶级吃得起的牛肉面。他身后贴着那张红得刺眼的大字报，墨汁还在往下淌，那硕大的4毛2个字像2个钩子，死死勾住了路过工人的眼珠子。此时正是早班工人进场的时候，原本都是揣着馒头咸菜匆匆赶路，这会儿全被这动静给吸引停下。几个穿着蓝工装的汉子在那合计，这年头大家兜里都没几个钱，1分钱都恨不得掰成2半花，2毛钱的差价诱惑力太大。有个老工人狐疑地问钱大胖，这肉真的假？别是给点汤就把他们打发了。钱大胖一听，立马从凳子上跳下来，一脸横肉都在抖，拍着胸脯说他钱大胖做的是实在生意，指着店里那一盆刚端出来的肉臊子让大家看，说实打实的肉。他不像对面某些人仗着有点名气就宰客，都是街坊邻居，他不赚那黑心钱。那肉臊子看着红彤彤、油汪汪的，切得碎碎的，上面还盖着厚厚一层红油辣子，看着分量确实不少。那老工人咽了口唾沫，他是真想去吃陆家那一口，但摸摸兜里的票子，最终还是脚尖一转，往前记面馆去了。有了第一个带头的，后面那帮还在犹豫的工人就像开了闸的水，哗啦啦全涌进了前记面馆。原本这时候该排长队的陆家饭馆门口虽然也有人，但明显比昨天稀疏了不少。陆家饭馆里气氛有点压抑，张秀兰正拿着抹布死命的擦桌子，那力道大的恨不得把桌皮给搓掉一层。她听着对面钱大胖那嚣张的吆喝声，气得眼圈都红了，骂钱大胖这是诚心不让他们活，4毛钱光买肉都不够本，这是要拿钱砸死他们。陆建国蹲在灶台边抽旱烟，眉头拧成个川字，吧嗒吧嗒抽得震天响。他试探着问陆晨，要不也降价，哪怕降到5毛，不然人都跑光了。陆晨正在案板上揉面，动作不急不缓，每一拳下去都力道均匀。听到父亲的话，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说了3个字，不能降。张秀兰急了，冲到案板前说对面人多的都快把门盘踩破，他们这儿稀稀拉拉几只猫，再这么下去不出3天，之前赚的好名声全让他给抢光了。陆晨手里动作不停，说降价容易涨价难，要是降了以后再想卖6毛就难如登天，而且成本在那儿摆着，好牛肉好骨头，降价就是赔本赚吆喝。张秀兰想不通，说钱大胖也不能这么陪着干，他家里有矿吗？陆晨停下动作，抬头看了一眼对面那热闹非凡的场景，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说赔本他想多了，钱大胖赚的比他们多。张秀兰愣住了，问4毛还能赚钱，除非他的肉是天上掉下来。陆晨没明说那是淋巴肉，只是淡淡的说差不多吧，有些东西便宜没好货，他们做的是良心买卖，不能跟那种脏心烂肺的人比，让他看着吧，那些贪便宜去的早晚得后悔。正说着，沈清雅来了，她今天没带画板，手里提着几个热腾腾的包子，一进门就感觉到了店里气氛不对，再看看对面那火爆的场面，心里顿时明白了7、8分。沈清雅笑着跟陆建国和张秀兰打招呼，把包子放在桌上，说还没吃早饭呢，她路过顺便买的。张秀兰见是沈清雅，脸色这才缓和了点，说让她看笑话了。沈清雅径直走到陆晨旁边，压低声音说钱大胖这招够损，直接打价格战。他刚才路过看了一眼，那一屋子人全是冲着便宜去的。陆晨说随他去，让沈清雅待会儿帮他写个新牌子。沈清雅歪头问写啥？降价通知吗？陆晨眼神清亮，说不，写坚持品质，绝不使用劣质肉。另外把他们用的牛肉部位什么牛坑腩、牛棒骨都写清楚，贴在墙上。沈清雅眼睛一亮，说这招高，这叫差异化竞争，告诉大家他们贵在哪。陆晨夸了一
一句，说聪明。这时候钱记面馆里，钱大胖正忙得满头大汗。虽然一碗面只卖4毛，但他心里那个美。昨天他在黑市上弄来的那几十斤淋巴肉和边角料，加起来才花了不到5块钱，剁碎了掺在面里，再加上重油重辣的调料一袋，谁能吃出来？这哪里是赔本，这简直就是暴利。有个年轻工人喊了一嗓子，说再给他加点辣子，这肉感觉有点嚼不动。钱大胖心里一咯噔，赶紧拿着大勺子跑过去，又给那人舀了一勺红油，大声遮掩说那是牛筋，好东西，有嚼头才香，多给点辣子压压。那工人被这一勺红油一泼，看着碗里红彤彤的一片，也不好再说什么，稀里呼噜的吃了下去。虽然嘴里全是辣味，但总觉得喉咙有点不舒服，像是有什么渣子卡着一样。陆家饭馆这边到了中午饭点，虽然人少了点，但来的都是熟客。周明远厂长的秘书小李带着几个技术员来了，一进门就喊照旧，3碗红烧1碗清汤。张秀兰赶紧迎上去问李秘书，对面那么便宜怎么不去尝尝？小李撇撇嘴，一脸嫌弃，说别寒碜他了，钱大胖那面他以前吃过，清汤寡水，今天虽然听说肉多了，但他刚路过闻那一鼻子味儿就不对劲，一股子怪味，像是肉放久了全靠辣椒精和香料压着，还是陆家的面吃着放心，那是真牛油的香味。这话让张秀兰心里舒服了不少，腰杆也挺直了，说那是他家陆晨天不亮就去屠宰场挑的鲜肉，那骨头熬了一宿。陆晨端着面上来，每一碗都码着4、5块大肉，色泽红亮，香气扑鼻。小李他们吸溜一口面，咬一口肉，脸上顿时露出满足的表情，说舒坦，这就叫1分钱1分货。然而大多数工人还是被价格蒙蔽了双眼，一整天下来，钱记面馆的门槛都要被踏平。钱大胖数钱数得手抽筋，虽然全是毛票和钢镚，但架不住量大。到了晚上收摊的时候，钱大胖特意端着个大茶缸子，晃晃悠悠的走到路中间，冲着陆家饭馆这边喊话，说人多了就是累，不像对面清静。问陆大老板今儿个卖了几碗，够不够交电费？那得意的笑声在这寂静的街道上显得格外刺耳。张秀兰在店里气得想拿扫把冲出去，被陆建国死死拉住。陆晨正在后厨收拾灶台，听到这话，只是轻轻把手里的抹布拧干，心想钱大胖现在笑得越欢，过2天哭得越惨。他心里清楚，淋巴肉那玩意儿吃1顿2顿可能没大事，也就是拉个肚子，但要是连着吃，再加上天气越来越热，那些没处理干净的病变组织一旦变质，反应可是立竿见影。第2天气温突然升高，闷热的像个蒸笼，价格战还在继续，钱大胖依旧火爆，陆家依旧不温不火。但细心的人已经发现了一些端倪。中午的时候，钱记面馆里传来了几声抱怨，有人说这肉怎么一股酸味，有人说吃着有点馊。钱大胖正在数钱，听到这话立马不乐意了，脖子一梗说瞎说什么，那是醋放多了，天热给他们开胃的，不愿意吃别吃，4毛钱还想吃出山珍海味来。那几个抱怨的工人被对得没脾气，又不舍得扔掉，只能硬着头皮吃完。到了晚上，红星机械厂的单身宿舍楼里，厕所突然成了最抢手的地方，有人喊肚子疼得要命，有人问怎么也拉肚子，说自己都跑了3趟了，肯定是中午那顿面，就觉得那肉味不对。几个工人捂着肚子蹲在厕所门口排队，脸色蜡黄，额头上全是虚汗。大家一交流，发现全是中午贪便宜去钱记面馆吃了那4毛钱牛肉面的人，而那些在陆家饭馆吃的人，一个个睡得正香，啥事没有。这消息虽然还没完全传开，但在小范围里已经炸了。陆晨并不知道这些，他此刻正在灯下教妹妹陆朵朵认字。陆朵朵眨巴着大眼睛，一脸担忧地问哥哥，那个坏叔叔明天还会抢他们的客人吗？陆晨摸了摸他的小脑袋，眼神深邃，说不会了，明天老天爷会收他的。窗外闷雷滚滚，一场暴雨即将来临。这场雨不仅会洗刷掉夏日的燥热，也会洗刷掉这条街上的污垢。钱大胖的好日子到头了。接下来的2天，天热得像是个大蒸笼，知了在树上拼命的叫，叫得人心烦意乱。柏油马路被晒得软塌塌的，脚踩上去都能留个印子。这种天气，肉要是放不住，半天就得变味。钱记面馆门口依旧挂着那个4毛的大红招牌，但钱大胖的脸上那股得意的劲儿却有点挂不住，因为那淋巴肉和边角料他不经放，原本就是黑市上弄来的垃圾肉，又是夏天，钱大胖为了省电，冰柜舍不得开大档，结果第2天一早去拿肉的时候，那股子酸腐味差点没把他熏个跟头。钱大胖捏着鼻子看着那一盆红白相间的碎肉，心里直犯嘀咕，扔了吧舍不得，这一盆好几块钱呢，不扔吧这味太冲了。他心一横，往盆里倒了半瓶子劣质香油和一大把红彤彤的辣椒面，心想多放点辣椒精，再加2勺大料粉，就不信盖不住。在那双油腻腻的大手搅拌下，那股馊味确实被浓烈的香料味给压下去了，只剩下一股刺鼻的辛辣。钱大胖咧嘴一笑，露出一口大黄板牙，觉得自己真是个天才。中午饭点一到，工人们又像潮水一样涌了出来。虽然这2天钱记面馆生意火，但也没前2天那么急，毕竟大家也不是傻子，吃进肚子里的东西身体最诚实。有些肠胃弱的吃了那特价面，下午就得跑2趟厕所，心里早就在犯嘀咕，但架不住还是有图便宜的。几个满身油污的装卸工走进钱记面馆，大着嗓门喊来碗面多放点醋。钱大胖手脚麻利的把那些加料的肉臊子盖在面上，红油汪汪的一大碗，看着倒是挺唬人。装卸工老李端起碗也没多想，呼噜就是一大口，面条刚进嘴，老李的眉头就皱了起来。辣是真辣，辣的嗓子眼冒烟，但在那股辣味底下，隐隐约约透着一股子说不上来的酸气，像是隔夜的馊抹布味。老李放下筷子，问钱大胖这肉是不是坏了？怎么一股馊味？钱大胖正在收钱，一听这话，脸上的肥肉一抖，立马提高嗓门说那是醋。
醋，还问老李是不是舌头坏了。这是他今早刚炒的臊子。老李有点不高兴了，用筷子在碗里挑了挑，这一挑不要紧，正好挑出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灰白色肉块，硬邦邦的，上面还带着点黑色的点点，看着就恶心。老李把那块东西夹起来，问这是肉吗？一咬一股怪味，跟嚼蜡似的。周围吃饭的人都伸着脖子往这边看。钱大胖心里一慌，那玩意儿正是淋巴结，刚才剁肉的时候没剁碎，但他嘴硬，冲过来一把夺过筷子，把那块东西扔进垃圾桶，说那是脆骨是牛筋，骂老李是土包子，懂个屁，有的吃就不错了，4毛钱还想吃龙肉。老李被这一顿抢白，气得脸红脖子粗，把筷子往桌上一拍，起身就走，说算他倒霉不吃了。他这一走，红桌的几个工友也都跟着站了起来，看着碗里剩下的面，越看越觉得恶心，谁也没胃口再吃了。一行人骂骂咧咧的出了钱记面馆，直奔对面的陆家饭馆。此时陆家饭馆里虽然没坐满，但也坐了7、8成，没有喧闹的叫卖声，只有吸溜面条的声音和偶尔的交谈声。空气里飘荡着的是一股纯正浓郁的牛骨汤香，这种香味不刺鼻不冲脑，就是那种让人闻了就觉得心里踏实的味道。老李他们一进门，这股香味扑面而来，瞬间就把刚才在对面闻到的那股子烂咸菜味给冲散。老李深吸了一口气，感叹说这才是正经牛肉味。陆晨正在前台给沈清雅递水，看见这一帮人进来，立马笑着迎上去，说几位师傅里面坐，刚出锅的牛肉热乎着呢，没有过分的热情，也没有推销，就是那种像老朋友一样的招呼。老李看着墙上挂着的那块新牌子，本店郑重承诺拒绝槽头肉、淋巴肉，心里突然就有了底。他喊着要5碗红烧牛肉面，都要大碗肉给足点，说刚才在对面吃了口猪食，得赶紧拿好东西压压。没2分钟，5大碗热气腾腾的红烧牛肉面端了上来，那牛肉每一块都切得方方正正，纹理清晰，裹着红亮的汤汁，那是正儿八经的牛坑呐，肥瘦相间，看着就流口水。老李夹起一块肉，小心翼翼地放进嘴里，软糯香，牛肉特有的奶香味在嘴里炸开，一点异味都没有，嚼一口满嘴流油。老李激动地一拍大腿，说这才叫肉，刚才在那边吃的那是啥玩意儿？跟这个一比，简直就是垃圾。旁边的工友也吃得头也不抬，说这肉真是有嚼头，越嚼越香，贵是贵了2毛，但这钱花得值，至少吃完不用担心拉肚子。这一幕被刚进门的几个还在犹豫的工人看在眼里，大家都是干活的人，谁不想吃口好？就这样一传十，10传百，原本冷清的陆家饭馆到了这天中午竟然又开始排队了。虽然没有之前吃播那天那么夸张，但这回来的全是回头客，是真正懂吃认死理的老食客。这一波口碑的回流比任何广告都管用。到了下午，太阳偏西，钱大胖坐在自家空荡荡的店里，看着对面陆家饭馆进进出出的客人，手里的苍蝇拍子被他捏断了。这一中午，他这儿除了几个不知情的过路客，基本没怎么开张。那一盆加料的肉臊子还在那放着，味道越来越冲，哪怕是辣椒精也盖不住了。钱大胖骂骂咧咧的把盆端起来，想倒掉又舍不得。店里的伙计捂着鼻子小声说这肉好像真馊了。钱大胖瞪着眼睛吼道馊个屁，晚上接着卖，多放点盐，咸了就吃不出来了。晚上8点，陆家饭馆打烊盘账，陆晨把最后一块门板上好，转过身看见父母正坐在桌边数钱，虽然没有前2天那么多，但也有将近100块。最重要的是，今天的客人几乎每一个走的时候都是竖着大拇指。陆建国抽了口烟，脸上带着欣慰的笑，说陆晨是对的，做生意还得是凭良心。今天好几个老哥们说以后就认准他们家了，对面那就是坑人的。张秀兰在一旁也跟着眉开眼笑，说那个老李还说明天要带徒弟都过来吃，这就叫口碑。陆晨笑着接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他心里知道恶意竞争还会升级，钱大胖那个蠢货还能干出什么事来。他走到窗边，隔着一条马路看向对面漆黑一片的钱记面馆，隐隐约约的他似乎看到钱大胖正鬼鬼祟祟的在门口倒腾着什么东西，好像是在阴沟里倒那盆卖不出去的馊肉，一边倒还在一边往这边吐口水。陆晨心想自作孽不可活，他拉上窗帘，转身抱起已经在椅子上睡着的小妹陆朵朵，跟父母说早点睡吧，明天恐怕会有场大戏要看。第2天气温依旧居高不下，甚至比昨天还要闷热，空气里仿佛都带着火星子。钱记面馆一大早就开门了，钱大胖今天一脸疲态，显然是昨晚没睡好，但他看着盆里那昨晚剩下的肉臊子，眼里闪着赌徒一般的光。他在心里安慰自己，只要卖出去就是钱，只要吃不死人就没事。然而他不知道的是，经过1夜的高温发酵，那些淋巴肉里的细菌和毒素已经繁殖到了一个恐怖的数量级，这就不是拉肚子的问题了，这是要出人命的节奏。上午11点还没到饭点，几个早班下工的轻工走进了钱记面馆，他们是新来的，不知道这2天的事，只看到那个4毛的牌子觉得便宜，喊着要3碗面，快点饿死了。钱大胖一看来客了，立马来了精神，他舀起那勺黑红的肉臊子盖在面上，那股味道虽然被重料压着，但仔细闻还是能闻到一股腐臭味。但那几个轻工饿极了，再加上年轻火力壮，也没多想，端起来就吃，3碗面下肚。钱大胖收了钱，乐滋滋的把那1块2毛钱揣进兜里。然而仅仅过了不到半个小时，对面钱记面馆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凄厉的惨叫声，有人喊肚子像刀绞一样，紧接着就是一阵剧烈的呕吐声。陆晨
晨正在给客人捞面，听到动静，手里的漏勺一顿，心想来了。他放下勺子，走出店门，只见对面钱记面馆门口，刚才那3个吃面的轻工此刻正蜷缩在地上打滚，其中一个趴在路边疯狂地呕吐，吐出来的全是还没消化的面条和黑红色的液体，另外2个也是满头大汗，捂着肚子哀嚎不止。有人喊救命，说这面有毒。这一声吼把整条街都给镇住，路过的行人、附近店铺的老板呼啦一下全都围了上去。钱大胖此时也慌了神，手里拿着抹布冲出来，看着地上打滚的3个人，腿肚子都在转筋，还在嘴硬说别讹人，他这面好好的怎么会有？但那颤抖的声音已经出卖了他。陆晨站在人群外围，冷静地看着这一幕。这时候他没有急着上前，他在等那个最关键的时机。一个背着药箱的医生正好路过，挤进人群蹲下身，看了看那几个人的症状，又闻了闻地上的呕吐物，那股子酸臭腐烂的味道把医生都熏得皱起了眉。医生站起来严厉地指着钱大胖说这是急性食物中毒，问他给他们吃了什么，呕吐物里怎么有变质肉的味道。钱大胖冷汗直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在这时，陆晨拨开人群走了进去，他的声音不大，但在嘈杂的人群中却异常清晰，说他早就提醒过钱大胖那淋巴肉和变质肉不能用。钱大胖非但不听，还加了化工香料掩盖臭味，现在出事了还想抵赖吗？这一句话像是一道惊雷在人群中炸响，淋巴肉、变质肉，所有人的目光瞬间像刀子一样扎在了钱大胖的身上。昨个中午那场闹剧，虽然有医生当场指认，但钱大胖这人脸皮厚的跟城墙拐弯似的，他一口咬定是那几个轻工自己喝了生水或者是中暑，硬是死鸭子嘴硬不承认是面有问题。再加上那年代也没个监控，取证困难，几个轻工去卫生所挂了水没出人命，这事儿竟然就这么让他给搅浑水暂时糊弄过去。第二天一大早，钱记面馆居然还照常开门，不仅开门，钱大胖还把他那大喇叭的声音调得更大，还在门口挂了个牌子，写着辟谣同行恶意诽谤，本店清者自清，牛肉面继续4毛。陆晨站在自家店门口，看着对面那副无赖嘴脸，冷笑了一声，心想真是只打不死的蟑螂。他心里清楚，既然钱大胖想玩价格战，想用量大便宜来勾引那些饭量大的苦力工人，那自己就给他来个釜底抽薪。陆晨回头喊了一嗓子，让父亲把门口那个用来写菜单的小黑板拿过来。陆建国正蹲在门口抽烟，看着对面钱大胖那嘚瑟样生闷气呢，听儿子一喊立马起身。陆晨拿起粉笔在那块黑板上刷刷刷写下了几个大字：今日起凡进店消费面类免费无限续面，仅限堂食，杜绝浪费。陆建国瞪大了眼睛，手里的烟差点烫到嘴，是不是疯了？那面粉不要钱吗？陆晨淡定地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面粉才几个钱，现在一碗面卖6毛，成本大头在牛肉和骨头汤上，面条本身1斤面粉能压多少面？就算那些大哥再能吃也吃不穷他们，而且钱大胖抓的不就是那些想吃饱图便宜的工人吗？现在他们也管饱，肉比他好，汤比他鲜，只要是个正常人，谁还去吃他那馊肉面？陆建国一拍大腿乐了，这招高。正说着，沈清雅骑着自行车停在了门口，她今天穿了件白色的衬衫，袖口挽着显得特别干练，车把上还挂着一捆稍微有些泛黄的旧报纸和几张看起来很高级的绘图纸。沈清雅停好车，擦了擦额头的汗，她昨晚回去想了想，店里虽然有她画的那幅画，但整体格调还是有点乱。她展开手里的绘图纸，上面是她连夜画的装修草，可以把墙上那些乱七八糟的旧报纸撕了，用白纸糊墙显得亮堂，然后做一个荣誉墙，把锦旗挂在正中间，还可以把菜单做成木牌子挂起来。陆晨看着他心里一暖，当即拍板就按他说的办，正好今天上午不忙，现在就动手。说干就干，陆晨负责出力气搬桌子撕旧报纸，陆建国负责熬浆糊，沈清雅则拿着剪刀和画笔在旁边指挥和修饰，就连小妹陆朵朵也迈着小短腿帮忙递个胶水啥的，忙得不亦乐乎。经过一上午的折腾，陆家饭馆焕然一新，原本昏暗发黄的墙壁变得雪白亮堂，墙上挂着几幅沈清雅手绘的美食插画，色彩鲜艳诱人，锦旗挂在最显眼的位置，下面还专门做了个小架子，放着周明远厂长送的收录机，里面正放着当下最流行的歌。整个店面虽然还是那几张桌子，但那种氛围感一下子就从路边苍蝇馆子升级成了文艺小餐厅。中午11点半，红星机械厂下班的铃声准时响起，钱大胖还在对面扯着喇叭喊4毛还是4毛。然而当工人们涌出厂门，第一眼看到的却是陆家饭馆门口那块霸气的黑板，免费无限续面，吃到饱为止。这一行字对那些干体力活的大老爷们来说简直比亲娘还亲。有人惊呼陆家也能续面了还免费，有人说自己饭量大，一碗根本吃不饱，以前还要花2毛钱加面，现在不要钱了，那还犹豫什么？人群像是被磁铁吸住了一样，疯狂地往陆家饭馆涌。钱大胖在那边喊的嗓子都哑了，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人流拐弯进了对面。进店的工人们更是眼前一亮，有人说这店怎么变样了，看着真干净。有人说还有歌厅在这儿吃饭，感觉自己像个文化人。特别是厂里的那些年轻技术员和坐办公室的干部，他们平时最讲究个面子和环境，以前嫌陆家饭馆脏乱差，现在一看这格调简直太对胃口。这一中午陆家饭馆再次爆满，而且因为有了免费续面，那些原本为了省钱的大肚汉也都跑过来。反观对面钱记面馆里，除了苍蝇就剩下钱大胖那张比锅底还黑的脸，偶尔有几个不知情的路人想进去，还没迈进门槛就被路过的热心工人拉住，说别去那家肉馊，去对面肉好还管饱。钱大胖气得浑身发抖，抓起手边的茶杯狠狠摔在地上，茶杯4分5裂，茶杯4分5裂。他看着陆家饭馆里沈清
清雅正帮着陆晨给客人端面，两人偶尔相视一笑的默契啊，心里的妒火烧得他五脏六腑都疼。钱大胖眼神阴毒的看向后厨角落里那剩下的一大盆已经开始发黏发臭的淋巴肉碎。这天气越来越热，这肉要是再不处理，明天就真成了臭肉。他咬了咬牙，转身进了后厨，把那盆臭肉端出来，又拿出了一大包不知道从哪弄来的白色粉末，有嫩肉粉，还有工业防腐剂。他要把这最后的一批毒肉变成这几天的特价肉臊，全部倾销出去。陆晨刚送走最后一波客人，他走到门口，看向对面紧闭大门却依然冒着黑烟的前记面馆烟囱，那烟囱里飘出来的味道，即便隔着马路都能闻到一股子令人作呕的腥臊气。陆晨转过身，看着正在帮陆朵朵擦嘴的沈清雅，还有累并快乐着的父母，突然开口说：“明天中午店里可能会有一场大戏，到时候不管发生什么，让他们就在店里待着，千万别出去。”张秀兰一脸懵问什么大戏，沈清雅却是若有所思的看了陆晨一眼，问是不是钱大胖要搞事情。陆晨点了点头，嘴角勾起一抹冷冽的弧度，说他不搞事情怎么把自己送进去呢？明天就是给他送终的时候。这一天的太阳毒得像是要把柏油马路给烤化，还没到中午，空气里就涌动着一股湿热的燥意。中午12点，红星机械厂下班的铃声准时响起。陆家饭馆那边因为免费续面的招牌照样是人气爆棚。前进面馆这边虽然人少了点，但还是有一些图便宜的或者是来晚了没在对面抢到座位的工人走了进来。这一桌坐着3个工人，都是翻砂车间的，干的是重体力活。其中一个叫大刘的是个直肠子，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他拿起筷子夹起一大筷子面条，连带着那些碎肉猛地吸了一大口。面条入口，大刘的眉头瞬间就锁紧。辣是真辣，但这辣味不像是辣椒那种香辣，而是一股子直冲脑门的燥辣辣的，嗓子眼发苦。紧接着，当牙齿咬碎那些裹满了红油的碎肉时，一股怪异的口感传了过来，软趴趴的，像是烂泥，又像是嚼了一嘴的粉面子。偶尔咬到个硬东西咯吱作响，那是没剔干净的淋巴结。大刘下意识的把嘴里的东西吐在了地上，问钱大胖这是什么味儿，像是阴沟里的水兑了辣椒面，还有这肉怎么有点发酸。钱大胖一听这话，心里的鬼就开始跳了，立马冲过来大嗓门一吼说那是醋天热给大伙开胃的，说大刘不识好歹。大刘也是个暴脾气，一听这话就不乐意了，用筷子在碗里挑起一块灰白色的肉渣，问这是啥肉，都烂成这样了，白的跟死人脸似的，这是牛肉吗？这一嗓子把店里其他正在吃面的人都给喊停了。大家伙低头一看自己碗里的肉，刚才还没觉得，现在越看越不对劲，质疑声四起。钱大胖慌了，但他知道这会儿绝不能认错，他眼珠子一瞪，脸上的横肉抖动着，指着大刘的鼻子开始倒打一耙，骂他们是穷鬼想吃便宜货还挑3拣4，还说大刘想吃霸王餐想讹人。大刘火了，把筷子往桌上一拍，站了起来，他那1米8的大个子往那儿一杵，跟坐塔似的，说自己花钱吃饭吃出馊东西还不能说了，还要被骂。这边的争吵声越来越大，很快就引来了路人的围观。对面陆家饭馆门口，陆晨正给一位客人加面，听到动静他放下漏勺，嘴角勾起一抹冷冽的笑，心想终于爆发了。他擦了擦手，解下围裙，让陆建国和沈清雅看店，自己去对面劝劝架。沈清雅看着陆晨那副淡定自若的样子，眼里闪过一丝狡黠，问他是去火上浇油吧。陆晨回头一笑，说他是去主持公道。此时前进面馆门口已经围了一圈人，钱大胖还在那跳脚，大刘气的要不是工友拉着，早就一拳头砸上去了。就在这时，人群自动分开一条道，陆晨双手插兜，慢悠悠的走了进来，让钱大胖消消气。钱大胖一看见陆晨，就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炸毛了，问他来干什么，是来看笑话，还是这人就是他指使来捣乱的？陆晨根本不搭理他，而是径直走到大刘那张桌子前。他低头看了看那网红的诡异的面，又凑近闻了闻，一股浓烈的化学香精味混杂着腐肉的酸臭气直冲鼻腔，陆晨差点没吐出来。大刘认出了陆晨，知道陆家饭馆口碑好，请他评评理，问这肉是不是馊的。钱大胖在旁边吼道，让陆晨别乱说话，这是恶意竞争。陆晨转过身，看着色厉内荏的钱大胖，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让人胆寒的严肃。他说同行归同行，但做餐饮的底线得有。陆晨指了指那碗面，提高了声音，让周围的人都能听见，说大家都是老街坊，平时做饭也都知道，牛肉要是新鲜的炒出来，应该是酱红色或者深褐色，纹理清晰。他用筷子夹起一团碎肉展示给众人看，说这肉发白发灰，一点纹理都没有，全是一粒粒的小疙瘩，这根本就不是正经的牛肉，这是淋巴肉，是槽头肉，也就是俗称的垃圾肉。人群里炸开了锅，有人说淋巴肉那不是喂猪都不吃的玩意儿吗？有人说那东西有毒，吃了要生病的。钱大胖面色凝重，还在死撑，说那是牛筋，是牛油渣，让陆晨少血口喷人。陆晨冷笑一声，端起那碗面递到钱大胖面前，说他说这是醋味，让大家伙都闻闻，醋是酸香味，这碗里是啥味儿？这是肉烂了之后发出的腐臭味，是加了半瓶子辣椒精才压住的吧？那一股刺鼻的味道飘散开来，离得近的几个人立马捂住了鼻子。刚才吃了面的几个客人神色大变，有几个人已经开始觉得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干呕起来。一个脾气暴躁的工人冲上来就揪住了钱大胖的领子，说他黑心烂肺的给大家吃臭肉。陆晨转过身对着大刘和周围的工人们说，这肉到底是不是变质的，是不是淋巴肉，光靠嘴说没用，面馆里肯定还有没煮完的原料，只要进去一看不就真相大白了吗？群情激愤的工人们哪里还顾得上钱大胖的阻拦，直接冲进了后厨。不到半分钟，后厨里传来了惊呼声，几个人端着那个还在散发着恶臭的搪瓷盆跑了出来，往地上一放，那盆秘制肉臊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太阳底下一晒，那颜色简直触目惊心，红得发紫的红油下面全是灰白色的烂肉，有的地方
方甚至已经开始冒小泡泡，几只绿头苍蝇瞬间就围了上来，嗡嗡乱叫。那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像是生化武器一样，瞬间弥漫了整条街。离得近的人再也忍不住了，弯腰狂吐起来。面对铁证如山钱大胖瘫坐在地上，陆晨走过去拍了拍还在干呕的大刘，让他赶紧去卫生所看看，这变质肉吃了可不是闹着玩的，得赶紧催吐消炎。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那熟悉的自行车铃声，还夹杂着几声威严的呵斥，是街道办和派出所的人来了。原来刚才有人见势头不对，早就跑去报了信。钱大胖一看见穿制服的人，浑身一哆嗦，竟然吓得失禁了。陆晨看着那一地狼藉，深藏功与名的退出了人群，他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穿过熙攘的人群向对面走去，身后是一片混乱与喧嚣。前记面馆的招牌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眼。陆晨推开陆家饭馆的门，沈清雅迎了上来，她将围裙递给陆晨，眼中带着了然的笑意。红星机械厂门口炸了锅，警笛声刺破了闷热的空气，紧跟其后的是喷着卫生防疫字样的吉普车，几个穿白大褂戴口罩的工作人员跳下来，手提银色检验箱。钱大胖原本瘫在地上哼哼，一看这阵仗下的两腿一蹬，差点背过气去。完了，真来了！工人们自动让出一条道，脸上带着愤恨和看戏的解气。民警拉起警戒线，把前记面馆围了个水泄不通。领头的王站长一脸正气，手里捏着张折好的信纸，目光如炬地盯着钱大胖，问他是不是钱大胖。是，冤枉啊，就是肉坏了点，不小心的。王站长冷笑，扬了扬手里的信纸，我们今早收到举报信，把你用了什么肉，加了什么料，藏在哪儿写得清清楚楚，还说是不小心。钱大胖脑子嗡的一下，举报信谁写的？他猛抬头，充血的眼睛死死盯向人群外围。只见陆晨正站在自家店门口，手里拿着抹布，慢条斯理地擦着那块拒绝劣质肉的招牌。感受到目光，陆晨淡淡瞥了他一眼，嘴角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冷笑，转身继续干活。那一瞬间，钱大胖明白了，是陆晨。他疯了似的跳起来，想冲警戒线。陆晨，你个阴险小人，你害我！两个民警眼疾手快，一把按住他，银手镯铐上了手腕，进去搜。不到5分钟，后厨传来惊呼，后厨简直是人间炼狱，淋巴肉臊子彻底发酵，浮着绿毛，恶臭熏天。而在灶台下的隐蔽柜子里，搜出了好几个没标签的塑料袋。王站长沾了一点粉末，闻了闻，面色凝重。这是工业碱硼砂，还有甲醛溶液，这哪里是做饭，这是投毒。拍照取样全部封存。这几样东西一念出来，外面的工人炸了。有人问硼砂不是杀蟑螂的吗？有人问甲醛不是泡标本的吗？几个工人趴在路边，又是一阵狂吐，吐胆水都出来了。大刘刚挂完急诊回来，捡起砖头就要冲，被工友死死抱住。钱大胖被拖了出来，满脸鼻涕眼泪求饶，说他错了，饶了他。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着把牢底坐穿吧，带走。警车呼啸而去，两张大大的封条交叉贴在前记面馆大门上。那个早上还喊着4毛1碗的前记面馆彻底凉了。围观人群一阵后怕，紧接着舆论风向彻底倒向陆家。有人说多亏了陆晨，要不是他看出来肉不对，还得吃多少。有人说那举报信肯定也是他写的，这叫为民除害。陆晨站在店里看着警车远去，心里石头落地。陆建国和张秀兰走过来，神情复杂，问钱大胖真要坐牢吗？陆晨给父母倒了杯水，说那是他自找的，心黑了路就走到头了，过好自己的日子。陆建国用力点头，眼里全是骄傲，以后店里你说了算，我只管干活。经此一役，陆家饭馆成了良心代名词。警车刚走店就被挤爆，有人喊来碗面，这回放心吃了；有人喊来大碗加蛋。陆晨在后厨忙成了陀螺，但他心里高兴，从今天起，这红星机械厂门口的餐饮江湖是他陆晨说了算。陆家饭馆门口那口腥气的大灶上，直径1米的大铁锅正冒着热气。这锅汤陆晨下了血本，几十斤敲断的牛棒骨垫底，上面铺满洗得白净的牛肠、牛肚、牛心、牛舌，中间沉着那个足足枕头大小的特制中药包。随着炭火舔舐，汤色从清亮熬成了醇厚的奶白色。下午4点半还没下班，这股霸道的香味就钻进了红星机械厂车间。这味太奇特，带着淡淡草药清香的肉味，闻着让嗓子眼发热。翻沙车间里，大刘扔了铁铲，肚子叫得跟打雷似的，好像是陆家新出的敲脚牛肉。下班铃一响，100米冲刺。5点整，下班铃刚响了个头，大门就被工人们冲开了。陆晨站在大锅前，手持长柄大勺，淡定自若，身后父母和堂嫂严阵以待。冲最前面的大刘眼睛都直了，这大锅煮的啥？怎么还有药材？陆晨捞起一勺白嫩牛肠，药膳敲脚牛肉，清热去火，滋补养生。大热天吃这个比凉粉还舒坦。小碗5毛，大碗8毛，送米饭蘸水管够。陆晨手起勺落，烫好的牛杂盛入土陶碗，浇上一勺滚烫奶白原汤，撒把翠绿芹菜粒，紧接着是灵魂蘸水。面前摆着2盆，一盆是红彤彤的干海椒面混着花生碎芝麻粉，另一盆是黑亮亮的特制醋汁加了小米辣和香菜。大刘要了干碟，端着碗找板凳坐下，先喝一口汤。热汤下肚，大刘打了个激灵，鲜得不得了。先是淡淡药材甘甜，紧接着是浓郁骨髓香，一点不腥，反倒觉得热气顺着
毛孔往外钻。他夹起一块肥嘟嘟的牛肠，在干海椒面里狠狠打个滚，一口下去，牛肠处理极好，油脂保留恰到好处，辣椒面的焦香牛油的汁香在嘴里瞬间炸开，肥而不腻，软糯弹牙。这牛肠绝了，比红烧肉还香。旁边一老技术员选了醋碟，夹起一片薄牛舌蘸了蘸，酸辣爽口，牛舌脆嫩，夸这个好解腻清爽。这时候陆建国端上一桶刚蒸好的榛子饭，揭开盖，米香混着木香扑面而来，米饭管饱。大刘舀了满满一大碗，米粒颗颗分明。他把剩半碗的牛杂连汤带肉倒进饭里，再把干碟剩下的辣椒面往里一拌，红油白饭嫩肉，抱着碗像饿死鬼投胎一样刨得飞快。这米饭真香，比食堂那家生饭强100倍。这一碗陆家饭馆再次刷新纪录，那口大锅里的汤加了又加，几百斤牛杂卖得干干净净。堂嫂边洗碗边感叹，这简直是抢。看着钱盒子里堆满的毛票，陆晨知道稳了。敲脚牛肉不仅解决了夏天淡季，更把咸面条不抗饿的工人都拉了过来。干碟派和醋碟派的争论甚至成了厂里热门话题。不管怎么争，最后结果只有一个，都得来陆家饭馆吃。随着陆家饭馆的名气炸开，终于有人坐不住。镇上唯一的国营饭店红星饭店的大厨老张，掌勺20年眼高于底。以前大家都以能去国营饭店吃顿饭为荣，可最近店里的客人像退潮一样少，连厂领导都跑到对面那个个体户小店去了。老张不服气，这天中午脱下白大褂，换了身便装，气势汹汹地杀到了陆家饭馆。老张一进门就大着嗓门喊，要来份那个什么牛肉，再炒个回锅肉。他倒要尝尝是不是真有那么神，那架势不像来吃饭，像来砸场。陆晨正在切肉，抬头一看，认出了老张。店里的食客都停下了筷子，一脸看好戏的表情。陆晨一点没慌，反而笑着擦了擦手，原来是张师傅，稀客，既然来了，那就请指教指教。他亲自掌勺做回锅肉，回锅肉川菜之王，最考究火候和选材。陆晨选的是2刀肉，肥4瘦6，皮薄肉嫩。冷水下锅，加姜葱花椒煮到断生，捞出晾凉切成硬币厚度的薄片。起锅烧油，肉片下锅，滋啦一声，香味瞬间炸开。陆晨快速翻炒，肉片在热油里卷曲，变成诱人的灯盏窝。下豆瓣酱、甜面酱炒出红油，给肉片穿上一层红亮的衣裳。最后一把清脆的蒜苗扔进去，大火断生10秒出锅。一盘色泽红亮、蒜香扑鼻的回锅肉端到了老张面前。老张看着盘子里卷曲的恰到好处的肉片，脸色变了变。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这刀工每一片肉都薄厚均匀，这火候每一片肉都成了灯盏窝，红油亮而不腻。他夹起一片肉，手有点抖，放进嘴里，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酱香、肉香、蒜香在嘴里完美融合，尤其是那股子镬气，直冲天灵盖。老张嚼着嚼着，动作慢了下来，他想挑刺，想说这肉老了或者是味不对，但他张了张嘴，最后只发出一声长叹。老张放下筷子，神情有些落寞，又有些释然。后生可畏，老张炒了20年回锅肉，以为自己是镇上第一，今天算是服了。他站起身，冲陆晨抱了抱拳，当着满屋子食客的面，小陆师傅，这镇上餐饮界的第一把交椅该你做了。老张这一认输，就像是给陆家饭馆盖了个官方认证的钢印，连国营大厨都服了，谁还敢说陆家不好吃？生意火爆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店面不够用，每天看着客人在门口排长队，甚至蹲在马路牙子上吃。陆晨大手一笔，直接把隔壁2间快倒闭的杂货铺盘了下来。装修设计的重任自然交给了沈清雅。为了买建材和选装饰品，陆晨和沈清雅这几天几乎天天往县城跑。去县城的路有一段是土路，坑坑洼洼的。陆晨骑着那辆新买的永久28大杠，沈清雅侧坐在后座上，手轻轻拽着他的衣角。车轮压过一个大水坑，车身猛地一点，沈清雅惊呼一声，下意识的伸手抱住了陆晨的腰，整个人贴在了他的后背上。那一瞬间，陆晨感觉背上一阵温热柔软，心跳漏了半拍。沈清雅的脸也红透了，像个熟透的苹果，但他没有松开手，反而抱得更紧了些。风吹过路边的白杨树，沙沙作响，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斑驳地落在2人身上。沈清雅的声音很轻，被风吹得有些散。他说等陆晨这店扩建好了，他也该考虑考虑别的事了。陆晨是个直男，下意识问什么事，脚下的蹬子踩得飞快。沈清雅在他腰上轻轻掐了一下，嗔怪道让他自己想，说他都快毕业分配了，他妈昨天还问他是不是在镇上有对象。陆晨猛地刹车，单脚撑地，转过头看着沈清雅。沈清雅有些慌乱地低下头，不敢看他炙热的眼神，手指绞着衣角。陆晨的声音变得格外认真，眼神里透着股子坚定，说等新店开业那天他就去他家提亲，他要让全镇的人都知道沈清雅是他陆晨认定的老板娘。沈清雅猛地抬起头，眼里闪烁着泪光，随后绽放出一个比夏花还要灿烂的笑容，说好他等他。那一刻，自行车的后座上不仅仅载着建材，更载着2个年轻人对未来最美好的期许。转眼到了10月金秋送爽，红星机械厂迎来了一件大事，建厂30周年大庆。这次厂庆规模空前，不仅全厂几千名职工参加，市里的领导也要来视察。原本这顿几千人的大席是由食堂负责的，但消息一出，工人们不干了，差点把食堂大门给堵。有人说吃食堂那猪是大喜的日子还有啥意思？有人说就是大伙要吃陆家饭馆，哪怕每人发张券去吃碗面也行。周明远厂长是个顺应民意的人，看着民愤难平，大手一挥，直接拍板把餐饮外包给陆
陆家饭馆，搞一场自助餐形式的露天宴席，让大家吃个痛快。这消息一出，整个镇子都轰动了，几千人的大席，这得多少钱多少菜？陆晨接下这个任务后，全家总动员，不仅店里的员工全上，连村里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来帮忙洗菜切肉。当然，这时候少不了那些闻着腥味来的极品亲戚。陆晨的二婶，那个当初看不起他，甚至在陆晨借钱时往地上吐口水的女人，带着他那个不争气的儿子，硬是挤进了后厨。二婶一脸谄媚眼神在那些堆积如山的肉菜上乱瞟，说他来给陆晨帮忙了，说他生意做这么大也不拉扯拉扯自家人，说他儿子现在还没工作呢，要不让他管个采购或者收钱也行，自家人管钱放心。陆晨正在指挥备菜，听到这话，手里的菜刀往案板上重重一动，这一声巨响把二婶吓了一跳，脸上的假笑都僵住了。陆晨冷冷地看着他，说他记得当初他借钱的时候，二婶说他是烂泥扶不上墙，说借给他钱就是肉包子打狗，问他怎么现在他不烂了成香饽饽。二婶还在强行解释，说那是有误会。陆晨指了指门口，一点面子没给，说这里不需要闲人，要是想帮忙洗碗按工时算钱，1小时5毛，要是想管钱管采购门都没有，让他走。二婶恼羞成怒，还想撒泼，说陆晨没良心，有钱了就不认亲戚。这时候张秀兰冲了过来，手里拿着把大漏勺，气场2.8米，她把漏勺往桶沿上一敲，问二婶怎么着想在他儿子店里闹事，说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说工人们还在外面呢，要不他喊一声让大家来看看他这嘴脸，看看当初他是怎么埋汰他们家的。二婶看着外面那乌泱泱穿着工装的工人，那是陆晨最坚实的后盾，二婶瞬间怂了，说走就走有什么了不起，灰溜溜的拉着儿子跑了，像2只过街老鼠。这一插曲并没有影响陆晨的心情，反而让后厨更加团结了。厂庆当天，红星机械厂的大操场上摆满了长条桌，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菜肴，香气直冲云霄。除了经典的跷脚牛肉汤锅和红烧牛肉，陆晨还拿出了新菜粉蒸牛肉，米粉吸满了肉汁，软糯咸香，入口即化。火爆牛黄喉大火爆炒脆嫩爽口，辣的过瘾。凉拌牛头肉薄如蝉翼，红油透亮，下酒神器。当然还有那红遍全场的榛子饭和干海椒碟。市里的领导本来只是打算走个过场，讲2句话就走，结果一闻这味儿，脚就像生了根一样。领导尝了一口粉蒸牛肉，眼睛亮了，问这真是个乡镇个体户做出来的？他吃的满嘴流油，也不顾形象，解开了衬衫的第一颗扣子，夸这味道绝了，比市里的招待所还好，这肉蒸的透味足。周明远厂长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脸上倍有面子，介绍说这就是他们厂的编外食堂，陆晨同志可是他们这里的厨神。这一顿饭陆晨不仅赚了上万块的利润，这在那年代简直是天文数字。更重要的是他彻底打响了名气。几天后，县报是报的记者蜂拥而至，一篇题为《春风中的美食先锋暨青年企业家陆晨》的报道，配上陆晨站在大锅前挥斥方遒的照片，登上了报纸头条。陆晨火了，这一次不是在小镇，而是火到了市里。1986年春节前夕，红星机械厂门口那条曾经破败的街道，如今被鞭炮的红纸铺了厚厚一层，像是铺上了红地毯。扩建后的陆家大酒楼正式开业，这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只有6张桌子、墙皮脱落的小面馆。现在的陆家上下2层青砖琉璃瓦，装修气派的像是个皇宫。宽敞明亮的大堂里，能容纳上百人同时甩开腮帮子吃面。门口挂着2块金字招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一块写着陆氏餐饮集团，一块写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示范店。今天这里是全镇的中心，宾客迎门高朋满座。周明远厂长带着常委班子全来了，市里的领导也坐着小轿车专程道贺，甚至还有从省城开着吉普车过来尝鲜的老饕。陆晨穿着一身笔挺的定制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那股子精气神哪还有半点当年烂赌鬼的影子，简直就是个从画报里走出来的商业大亨。站在他身边的是沈清雅，她穿着件红色的呢子大衣，烫了时髦的卷发，美得让人挪不开眼。2人的无名指上戴着同款的订婚戒指，闪瞎了一众单身青年的眼。陆朵朵穿着像个洋娃娃，手里拿着张刚洗出来的照片，兴奋地跑过来喊：哥哥嫂子快来看！照片上是一家人在店门口的合影。陆建国穿着崭新的中山装，笑得只见牙不见眼，腰杆挺得笔直。张秀兰烫了新发型，精神抖擞，一脸的富贵相。陆晨和沈清雅依偎在一起，眼里全是甜蜜。陆朵朵站在中间，手里高举着个大鸡腿，背景是那块陆家大酒楼的金字招牌和那口依旧冒着热气香飘10里的大锅。陆建国走过来，伸手拍了拍儿子的肩膀，那双杀了一辈子猪的粗手此刻竟有些微微颤抖。他说自己做梦都没想到老陆家能有今天，这辈子值了。看着父亲鬓角的白发，看着母亲脸上的笑容，看着身边爱人的侧脸，陆晨深吸了一口气，胸腔里涌动着一股热流。这一切真像场梦，从那个负债累累差点跳河的败家子，到如今身家数万家庭美满的餐饮大亨，他用一碗面通过了命运的考核。吉时已到，肆意一声高喊打断了陆晨的思绪。陆晨牵起沈清雅的手，大步走上台阶，面对着楼下那乌泱泱的食客，闪烁的镁光灯和那一张张充满期待的脸庞，他清了清嗓子，声音洪亮而自信，穿透了喧嚣的人群。感谢大家对陆家的支持，但这只是个开始。他抬起手指向远方，明年我们要把分店开到省城，后年要把陆氏牛肉面卖到北京、上海，未来我要让全世界都尝尝川南的味道，我要让陆氏这2个字成为中华美食的金字招牌。掌声如雷，欢呼声震天，几乎要掀翻了屋顶。在这个充满希望的80年代，在这个热气腾腾的饭馆门口，陆晨的故事才刚刚拉开
更加宏大的序幕。从一碗面开始，一个关于坚守良心逆袭翻身的传奇就此落幕，而属于陆晨的商业帝国才刚刚起航。